各位網友大家好，好快又到咗2024年底啊！嗱，我哋身處喺呢個地方啊，講下現今教育子女嘅最重要嘅係乜嘢呢？嗱，有兩個基礎學科係一定要學嘅，一個係英文，世界語言啊唔使講噶啦，另一個就係邏輯學啊。邏輯學啊，從小就要開始教育，開始訓練。如果喺長大之後形成咗固有思維模式之後，就比較難改變。身邊都好多呢啲咁嘅案例嘅，好似有兩代人好似好難溝通啊，有代溝啊，一係就一個有邏輯嘅，一個冇邏輯嘅，咁啊遷就一下呢都仲可以。如果係兩個都冇邏輯，就真係惡搞啦，變成就無仇不成父子噶啦會。第一個問題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係唔係美國鼓動嘅？我哋又要反問喎，美國得到咗乜嘢利益？除咗600幾億美元嘅軍援之外，仲有之前援助嘅大量彈藥同武器，呢啲都係真金白銀俾錢出嚟嘅。咁我哋就睇下美國佬啊做咗乜嘢啦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，就係美國發出預警，話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噶啦，俄羅斯要打噶啦，撤僑。好啦，到咗開咗戰啦，美國佬又要派飛機接澤連斯基走，係澤連斯基自己唔肯走，佢要留低喺度戰鬥，因為美國啊預咗烏克蘭係冇得打嘅，一定輸嘅。大家都知道，一接澤連斯基走就蛇無頭不行。遇到啊胡宣散嘅啦，烏克蘭啊必定係潰敗嘅。同埋之後最早援助武器嘅，亦都唔係美國，美國佬啊去到好後先至俾武器嘅。咁即係咪有人煽風點火係會咁樣去煽法呢？咁所以話美國佬係俄羅斯打烏克蘭嘅鼓動者，係煽風點火嘅，好明顯就不符合邏輯啊！第二個問題，喺1990年8月到1991年1月嘅波斯灣戰爭，美國出兵打伊拉克，原因就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。喺2011年，美國又出兵打利比亞嘅卡扎菲，因為卡扎菲屠殺平民。呢個就係邏輯裏邊嘅必然關係啦，有 A 先有 B 嘅。咁啊，有啲人話美國佬係侵略者啊，侵略伊拉克啊，侵略利比亞咁。咁我哋又用邏輯思維去分析一下咯。戰後美國有冇佔領伊拉克、利比亞嘅一寸土地呢？伊拉克、利比亞依家掌權嘅係咪一個美國人呢？係咪美國派一個總督過去呢？咁同埋你睇下伊拉克戰後重建最大得益嘅係邊個國家？我費事講啦，你哋自己查。答案一定唔係美國。第三個問題，1969年3月。珍寶島戰役，當時蘇聯嘅領導者布里茲列夫計劃用核彈攻擊中國，收到風之後嘅美國立即警告蘇聯，如果蘇聯對中國進行核打擊，美國就用核彈攻擊蘇聯，令到蘇聯取消咗呢個核打擊中國嘅計劃。咁你話美國係咪八卦多事呢？多管閒事呢？干預他國內政呢？第四個問題，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，大量華人慘遭被殺，華人嘅店鋪遭到瘋狂洗劫，無數華人女性被強姦、被凌辱。面對如此慘況，美軍強行介入，美國用軍艦將大批嘅華人從印尼接走，為佢哋提供庇護。咁美國係咪干預印尼嘅內政？係咪多管閒事呢？第五個問題啊，點解我哋咁多嘅有錢佬同埋啲企業家都移民去咗呢個美國呢？佢哋點解唔去伊朗啊，唔去俄羅斯啊咁呢？著名嘅反美鬥士司馬南，日日一瞓醒覺擘大隻眼就反美噶，結果佢一早就將佢個仔送咗去美國，仲偷偷地自己喺美國買咗樓。點解佢唔去俄羅斯買嘅？所以邏輯上就說明呢個司馬南根本就唔係喺度反美，佢內心嘅想法同佢嘅嘴巴根本就係相反嘅。用邏輯思維去分析呢5個問題，你就會得到好清晰嘅答案。美國到底係一個乜嘢嘅國家？佢係正義定係邪惡？佢係文明定係野蠻？喺上世紀30年代，
蘇聯嘅學校取消咗所有嘅邏輯學科，先至令到好多重新編寫嘅歷史、政治學科得以順利教育，建立佢嘅蘇式邏輯。而受呢種思想洗腦出嚟嘅人，你用正常嘅邏輯根本冇辦法同佢溝通，佢哋係只講立場，不問是非。你講事實對佢不利嘅時候，佢就同你講立場；你辯論是非，佢就話你動機不良。你開日本車用 iPhone， 佢就會指責你不愛國。佢嘅說話就係真理，你不支持就係反對者，非黑即白。各種國情論、辯證法、誅心論、混淆道德與制度，簡直就係雞同鴨講，九唔搭八。到咗呢類人長大咗，教育自己嘅子女嘅時候，佢哋亦都會將自己嘅嗰種不講邏輯嘅思維模式教俾下一代。野蠻人咪就係咁樣出嚟嘅咯。輸人唔輸陣，輸陣唔輸口水。人哋打你幾大都打返去，千祈就唔好蝕底。佢哋就係咁樣教仔噶。呢種思維啊，不是邏輯，而係邏輯嘅天敵。呢句說話以前易中天講嘅，邏輯就係邏輯，冇話邊個國家邊個地方有自己嘅特色邏輯，邏輯只係一種嘅啫。起源於2400年前蘇格拉底開始研究嘅邏輯學，屬於哲學嘅其中之一。邏輯不單止影響對事物嘅理解同學習，仲係科學嘅基礎。你睇下呢個世界啊，凡係普及邏輯教育嘅地方，都係有傑出科學貢獻嘅。相反，冇邏輯教育嘅地方，基本上係冇咩科學成就嘅，只能靠抄襲。1974年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邏輯學列為7大基礎學科嘅第2。1977年版嘅英國百科全書將邏輯學列為知識嘅5大學科。既然而家學校不教邏輯，我哋就只能自己去教。我哋唔係人人都要去做福爾摩斯、法醫、談判專家，並不需要好高深嘅邏輯學嘅，一啲基礎簡單嘅邏輯思維就已經夠啦。演繹法、歸納法、必然關係、漸進關係、批判性思維、客觀思維、換位思考，識晒呢啲都差唔多夠用噶啦。當你懂得乜嘢係邏輯之後，遇到一啲不懂邏輯嘅人，就無謂同佢辯論一啲帶有邏輯判斷、觀點與角度、哲學層面嘅話題，嘥氣啫。邏輯只能同邏輯溝通，文明只能夠同文明交談。契約精神必須係雙方嘅。對崇尚叢林法則嘅野蠻人講道理，你就係戇鳩；遇到啲不講道理嘅人，你就即刻轉話題，講下邊度啲嘢好食啊，邊度啲嘢好玩啊，好過啦。我介紹幾本書俾大家：1分鐘漫畫邏輯學、邏輯思考力、如何教出有邏輯力的孩子。前2本呢，就係俾啲仔女睇嘅，第3本就係你自己睇嘅。裏面有一啲好簡單嘅生活中常見嘅邏輯錯誤案例。當我哋喺生活上遇到類似嘅情況，唔單止能夠準確咁指出對方嘅錯誤，仲可以將討論話題引導到正確嘅方向。仲有就係平時可以俾啲邏輯性比較強嘅電影啊、電視啲仔女睇嘅。推薦一部英國嘅電視劇《神探夏洛特》，TVB 嘅法證先鋒。仲有就係2019年張家輝主演嘅電影《沉默的證人》。多啲睇下呢種咁嘅電視劇、電影，可以好有用咁培養到自己嘅邏輯思維。喺欠缺邏輯教育嘅地方，如果唔想自己或者啲仔女總係有理說不清，交談嘅時候總係俾人帶你遊花園啊，或者係跌入人哋設計好嘅語言陷阱啊，咁你就要好好咁教育一下啲子女邏輯思維啦。識得邏輯學，自然就識得批判性思維，多角度問為什麼，防止被洗腦。好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